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上芒果 TV 搜索大侦探限定卡，购联名款墩墩机享特惠。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百变大侦探 APP 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百变大侦探 APP 侦探徽章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搜身环节了。等，我有东西给你，我有东西。看不看我兜里的证据？是什么嘛？我就知道是这些。哇，哎，这个是心，然后这是什么呀？这是开心，对不对？身上都没有东西吗？有啊，爱你的心。小贾要是真的这要搞对象，女朋友多高兴啊！天天给人玩这个。屡试不爽，这我刚捡的，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哎，那这样，既然都没有东西要那个，就是我刚才跟涛我们有特别关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那个仪式。我们只是读了他的指南，但是因为你们都是亲历现场的亲历者，我们想还原一下那个现场。好呀，同学们，就上哪儿还去啊？这就这儿啊，有座哈，有座行。好像没座。真的够了。张侦探要不坐在中间？来，我来，这太累的活我来吧。哎，你还演你原本你的位置？哎哦，来，在那儿呢，可以在那儿呢。我这手是彩虹，右手是条龙吧？不是，我左手是谁？是你。但这个围巾当时在哪儿？在他的脖子上。在他脖子上戴着，也是仪式的一部分吗？对，差不多这样吧。对。他先脱的袍子，先脱掉袍子，然后被捆的手捆在哪儿？就上面会掉下来一个东西，就相当于你的手就掉下来了。然后把蜡烛吹灭嘛， 3、2、1吹，吹灭放在地上，对，放在地上。这个时候灯关了没有？灯关了没有？已经没有灯了，已经没有灯了，全黑的，然后手拉然后我手，们就手拉手，往后退，往后走，然后开始走，退到对，然后许愿。然后在这个时候，你摁了一下，好，我们就松手，然后你赶快去开灯。怎么了？哎呀！然后这儿插这把刀，对。哎，等一下，他的手是被吊上去的，对不对？对。所以他一定不是自己捅的呀。世界那么大，你去看一看。世界那么大，你出去走一走。我说世界这么大，你出去走一走嘛。这个就是现在围巾的问题没人回答是吗？就是你先去搜吧。世界这么大，你走一走你就知道了。不能要求大家自首啊！对，侦探一直被大家逼着往前推。真是，去哪搜啊？假屋里边有个东西，我一定要先给他想办法打开。它有一个带锁的一个东西，哎，河粉。您猜怎么着啊？他也有2把刷子。哦，这个好看。看大老师已经给自己堆成堆一脸。哦，这个够了，一点也不吓人。这个头发不晒吗？
可以，帅气。哎，我们是不是也稍微关注一下？不是这个吧不？是有个带锁的，哦，这个，这有个锁，然后找钥匙我们要先哦，那儿，啊，看到了。找到钥匙了是吗？耶！哇，山东鸡柱，山东鸡柱啊，这个上面写你们的读一下这个标签啊， Q 杀疯了，杀人笔记。杀疯了，山东鸡，砸死他，这是 Z， 摔死他，撞死他，让他大庭广众下射死，裤子掉了，还有吊死他，啊，好 get，啊，这是杀人计划，哦，这是他当时写的时候弄死他的各种方式 get，我想吊死他，你也吊死他。你想要吊死他，就我学习了很多种杀他的方法，我有8种办法弄死他。没错。然后呢，但我觉得最后想了一下，是觉得要吊死他。你是怎么吊死他的呢？请问？我这个计划非常之简单，我是准备就是晚上结束了之后，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先用电话砸晕他，砸晕了之后呢，我就拿他的那个枕头把他给捂死。那不是吊死呀，对啊你，在说什么？我先然后还有过程呢，就跟做菜一样，有步骤。我先然后呢捂死他之后呢，然后呢我要趁大家都在睡觉呢，哎，我宝宝，你的口音呢？哦，邓塔邓塔真的是好讨厌。邓塔山东口音了。邓塔都睡着了后，然后呢，趁你们都睡着了，然后呢，我把它拖到我们平时就是吊那个木偶的地方，做仪式的地方做，仪式啊，因为我要惩罚他，因为他呢，你有那么恨他吗？方言尊重就是他把我们都当做木偶一样，然后他就是毁灭了我心中的乌托邦，所以我决定呢，他既然创造了一个木偶的世界，我最后让他死也要死在一个木偶的那个方式里面，所以我准备先把他捂死，捂死了之后呢，我就把他的尸体吊在那个跟木偶一样吊在那边。就是你这个计划就是还没来得及实现，对，我是要等到最后大家就是他都已经结束了之后睡着之后才开始实行我的地。其实从他说他趁他睡着拿电话打晕那块儿就已经不像他干的了。但是这会不会是他的一面说辞呢也？有可能。现在还有那个还有一个钥匙没找到，这个死者这儿有一个，这个我最珍贵的纪念品，哦，对对对，哎，这个好像刚才也没有，你看这是个啥呀？哎呦，哎，这儿有啊，这个是刚才没有的。河粉男因过失杀人于1950年1月1日被刑拘，现刑满释放，特此证明。这不应该是在下边的东西吗？你看，把它拿走之后，这样啊，哇，这有一把刀，还可以这么开，你好聪明啊！荣将，因为我天真轻信了杀人犯，导致被害人妻子自杀身亡，是我让正义得不到伸张，是我害了无辜的人，一切都是我有罪。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这是我刚来这个镇上的时候烧掉的东西。进入我们木偶镇就要有一个规则，就是要留下一段过去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对对，我以为烧掉了。哦，我的包呢？我的包呢？存在这儿了。我的包，我就说他没烧，我说他没烧，他喜欢攒东西，那我要看看我爸写了一封长信到底是什么。给他掏出来东西。这个方法合理吗？这样掏合理吗？爸爸的信。 1956年8月，我搬砖的时候带上了好瘤，没想到好瘤把一种有毒的花错以为了我平时喝的菊花，不慎害死了工友。我实在是个粗心的爸爸。刘年纪还小，才刚学会唇语，还不能照顾好自己，而且他本就因为身体原因备受歧视。如果再被人知道杀过人，哪怕逃脱了法律制裁，这辈子也会更加艰难。我决定带好刘逃跑，抚养他，直到他能照料好自己。这就是他为什么会突然走。感人啊！
我就去替他顶罪坐牢，让他拥有真正相对正常的人生。我爸爸死的那个木偶上面写的是：既然你不相信偶王，还妄图离开。对，哦，你爸也想走。你怎么了？没事吧，刘？没事吧，刘？小戏骨上身了，金鸡百花准备好了吗？吓死我了！他这儿写了吗？凶手竟以畏罪自杀。哦，当时爸爸这是 H 镇吧？你看这是 H 镇，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地对方。他想离开这儿。他这个报纸，但是这个其实就是真写的。既然你想离开去自首，那我就替你做了。既然你想离开去自首，那我就替你做了。既然你不相信偶王，还妄图离开，那我就杀鸡儆猴，让大家见识一下偶王的力量。那所以说，其实相当于是我现在就是淳于已经很娴熟了，他已经决定把我留在这儿去顶罪，所以说他准备走的时候，然后被留下了。真被真给知道了之后就给要杀鸡儆猴嘛？对他，这儿写了吗？等于我们所有人留在这儿的过去都是被他看到了。对，就把他给干掉是吧？太坏了。还有吧？那里还有吗？有荣的，有刘的，呀，就我的，有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底下还有一层哎，对，那还是得看看。哎，少钥匙吧，朋友们，哎有包，我摸到包了。那就是大的包啊。怎么开呢？找钥匙，找钥匙。哎，会不会在他的衣服里面呢？哦，找到了钥匙，太厉害了，一摸就摸着了。真的，这回钥匙这就不愧是密室大逃脱的，天哪！开锁之王，开锁王。哇，这反正他是你藏的似的。小贾就是这样，他就是找钥匙找的特别厉害，他开锁王，中华开锁王。先开锁，先开锁，先开锁。我们看看大老师的过去。小贾来开锁。小贾这也开锁的，中华开锁王。反了吧？不是这儿的钥匙吧？哦，拉克。对吗？不是这个钥匙。来，交给我吧。你来吧。还有啊，这上面写的有字儿啊，纪念商品店。可是如果不是，那这把钥匙也得有。上面写的什么纪念是吗？那就可能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对啊，还要开一个别的。还有一个锁，我们没发现的锁。哦，这儿还有一把钥匙。哦，这写的什么呢？仪式房。这是仪式房，这是仪式房这是仪式房。啊，这个可以打开，这个可以。哎呦！金剪刀大赛 No.1，这是小贾丢在这儿的那个大剪子，留着包，你的包是空的呀？它不是空的，是我的期望空空。哎呦，那还有一张纸。哦，这里面是那个 Angela 的小画册。Assistive，蓉姐姐教我要勇敢 ，Nice， 大叔叔给了我温暖。哦 ，nice 叔叔。然后 Goodness，刘哥哥教我善良。Endeavor， 何叔叔教我要努力生活。Love， 贾哥哥让我开怀大笑。Family， 谢谢你们给我一个。我亲自给你们每个人做了一个小木偶，希望你们会喜欢。他要给我们礼物。我看看啊。哦，笑家庭。我将你给大家做的木偶匿名寄给他们，让他们对你的死一辈子心怀愧疚。是真的。哦，是真的。然后关键他把每个字母，他翻阅词典，把每个字母选了一个，编了一个意义。对，然后他同时还给自己弄一个，迷惑我们。
但是他给自己准备那个就是真的那个呀，就迷惑我们就。多出那个 A。没事，我们数一下嘛，这是1、2、哦，这是 family。 3、4、不是原本是5、6个。如果真干的话，你看啊，现在多出最后一个 A 没法处理嘛，没有证据，他怎么会给自己留一个教唆呢？对啊。太坏了，这家伙，我的个妈呀！越看这人越该死了。那肯定的，每回都该死。哦，这是什么啊？哎，找到了一个这个，哎，什么？燃烧吧安吉拉。燃烧吧安吉拉，哇，这个哦，这是侦探，这个重要，你看一眼这个吧。侦探这个很重要，这是安吉拉的被杀的那个过程。是你让大家不再像木偶一样假笑，是你再次燃起了他们生活的希望，是你撞破了我扮演偶王的谎言。安吉拉像天使一样的名字，那天真烂漫的笑容真让我心烦。就他当时的计划。然后这边，哦，弄坏1、2档开关，让它开启3档火。我的任务就是点火，我们原定的呢是2档。当天我操作的时候，我发现1档和2档我都推不上去。那他误以为自己用完了蓄水池的水，没及时蓄上。误以为自己用完了，他把水给放干了。本来我是应该从小河里边打水去种菜，但是我就懒啊，我就拿了那个蓄水池里的水去种菜，最后没有把火扑灭，然后安吉拉就死在那场大火里了。诱导他将表演的服装替换成易燃的造型。唯独安吉拉的服装，我怎么设计，怎么真正长就是不统一。镇长喜欢就是这种8层公主裙，然后喜欢这种大波浪头。他的死可能是因为我给他设计的衣服，让他走的也不方便，跑的也不方便，还易燃。给鲜花撒百草枯，让它更换干花。因为我是花匠，所以说整个布景的这些花都是我来布置。然后本来都是鲜花，但是离演出前这些花突然全都枯萎了，就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当时就偷这点懒儿？就是为了快换成这个干花，就开始恨自己。然后支走他离开现场，去门口粉刷涂鸦。真来找到我说广场上被人涂鸦了，你得赶紧去刷了。涂到演出都完了之后，我赶回来的时候，发现舞台事故一场大火，没有办法把 Angela 救出来 ，Angela 就倒在那个火堆里面了。由我亲手将暗门的插销放下，让她无路可逃。最后在我的操控下，你们都成为了杀死 Angela 的凶手。我真恨这哥们儿，哇，太狠了！太狠了！真坏呀！这里还有一个锁呀，侦探。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锁。这里还有一个钥匙，对，这不巧了吗？开这个。哦，哇哦！啊，真偶，木偶镇医院门诊通用病例。他也有问题，他生病了。什么病？1960年全身检查3月15日，患者自小患有原发性遗传性肌张力障碍，该病症会不由自主扭动身体以及手臂，发病时疑似提线木偶。由于小时候未及时干预治疗，引发了其他多种器官性疾病，目前已无法治愈，患者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建议珍惜每天，无复查必要。稍等，他是自杀。啊？他绝笔，真偶绝笔啊！你看看，我这一生说来好笑，因木偶生也因木偶死。父母明知我患有疾病，不仅不给我医治，还利用病症来消费我。大家为了利益，将我包装成偶王，一步步将我捧上神坛，最后将我摔得粉碎。偶王降临木偶镇。我深知我所剩的时日不多了，面对死亡，我竟然没有一丝害怕。我的木偶卡片终于起了作用，安吉拉死后，小镇又回到了恐怖紧张的氛围。我很满意，但还有一些人仍然抱着反抗的卑微希望。大试图逃离这里，而和警告我不要消费别人的苦难，可笑。如果真的有人动了杀我的心，只会让我的木偶记更加的令人难以忘记。希望我特意请来的2位作家能够顺利的看到我留下最后一出戏。你们俩他邀请我们
我死后木偶镇就交给我的提线木偶们吧。啊？他也没说怎么死啊？他最后一出戏，所以他是有计划的。明天还有这个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被捅一刀之后是那个反应，就是他根本不在乎今天晚上他死不死，因为他反正也没有很久可活了。他如果捅一刀是自己的计划的话，那他很确信别人来弄死他，要么就是他后边就准备自杀，不然他不可能写绝笔啊。如果真的有人动了杀我的心，只会让我的木偶记更加的令人难以忘记。那我留下最后一出戏。就他可能今天在木偶记上，不是，我觉得他在木偶记上，他在木偶记上准备了一个好戏，然后让他自己死。但是包括那个安吉拉的死，应该也是他是为了就是加深大家对于这个偶王的一个信仰。另外一个，他其实很残忍的，他要为他下一季的故事增加一个非常精彩的看点，自己给自己造偶神。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搜搜各自的房间？各自的房间还有东西。去刘的房间先搜搜。去各个房间走一圈，你先听一圈，你再回来。你光自个儿这儿迫不及待的开始闭门造车。啊，这个好可爱！天哪，玉米是不是？玉米啊，好可爱啊！耶！哎呦！自然而燃粉，此物可以抹至任何可燃物体，在高温光源照射3分钟后，在接触氧气的条件下，就会瞬间燃至1000度烈焰，燃烧后骨骼上会留下烧灼的黑点。镇长跟我说，是因为我爸爸不尊重木偶大王，所以说木偶大王降下了惩罚，我爸爸呢就自燃了。这就是他，这是然后呢，这就是他爸爸的对那个死状，烧灼的黑点。所以你发现了是，发现了。既然你想离开去自首，那我就替你做了。然后呢，所以说呢，我就要用这样同样的办法弄死他。所以说那个衣服呢，是因为其实这个粉是蓝色的，本来这个月他该穿绿衣服，但我觉得这个蓝色洒在绿衣服上面太明显了。哦。然后所以说呢，我就把那个绿衣服给划烂了，然后我把粉洒在蓝衣服上，然后我就想烧死他。那为什么没被烧死呢？他本来应该是在木偶记上，他一起演出的时候应该是会被烧死的。对，因为有灯光。因为他现在没灯光啊，没出灯光，他就没烧死。你拿蜡烛一点，他不就完了？不是因为我爸是这么死的，我就要用同样的办法弄死他，而且我已经动手了，就是相当于是有人多管闲事，没多管闲事他也就烧死了。那个扣是什么？怎么回事？那扣没那个扣的事儿，他就是把那件衣服弄坏了。那扣可能是别人的事儿，那糖豆，你说这个那个扣那就是别人的事儿了，是不是你弄的那个扣啊？不是，河那儿去再搜一圈。这屋刚才谁搜的呀？我搜的。有锁吗？有这儿呢，这个。哦，密码锁。靠！你用什么开的？你果然是。谁呀？你用什么开的？王木偶。他是王木偶。啊，你是王木偶？他是王木偶。你怎么会猜王木偶呢？因为你整成河的样子吗？脸部严重烧伤，我原来不长这样，所以他肯定不是本河。
他不是本河的话，就是见过河的人。哇20年前见叫何大傻，见过何大傻，然后他照那个身份。而且他不是讲那个 PTSD 吗？他就想说在玩密室的时候，突然就被木偶给吓一跳，然后一下就到过失杀人。你想，咱们正常人被吓一跳，哪有那么大的一个过激反应？王木偶是以前被就治的，他被人治成木偶的，所以就一直恐惧木偶了。木偶镇的真逆害被害案，我是王木偶。所以我们3个以前见过。这故事深了。20年前见过。1940年3月17号。我的现在的样子、名字和年龄都是假的。我其实已经42岁了。我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我妈妈呢是7把刀，她呢就靠缝纫养活自己和我。后来改嫁给了木偶镇的木偶大王啊。我这个继父呢就叫真逆害啊，他呢就打着要把我训练成一个木偶高手的幌子，一直在给我用脆骨粉。他其实最后就是要把我变成一个真正的人肉木偶。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用衣服上的毒针杀掉了我的继父，然后这2位侦探当时没有把我逮出来。有人，还是他。可是当天晚上呢，那个木偶的营地发生一场大火，我的脸确实被烧坏了。我后来就逃出了木偶镇，然后呢，我就开始去想办法要活下来。结果我就遇到一个人，他把我给救了。救了之后呢，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看他吃了半碗的那个河粉，我说我叫河粉。他是一个粉刷家，他就教了我一些粉刷的本事。但是因为我吃了太多那个脆骨粉，所以我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我干活的时候手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对，后来是因为我的脸实在是太恐怖了，就是别人都不敢找我干活，救我的人就建议我是不是还换张脸，然后我就想起当时在木偶镇对我很好的何杂耍叔叔，所以我就按我的回忆画了何杂耍的脸，我就把我的所有积蓄拿出来做了一张新的脸。我的释放证明其实是个假的东西。那释放证明是伪造的？是我伪造的，因为我必须要烧一个东西，我就做了一个假的自己的故事。我来到木偶，这确实是为了治我的木偶的 PTSD， 但是我没有讲我真实的身份，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知道。然后就想在木偶镇把我的这个应激反应给治好，结果没想到我做不到。在真镇长的这个店里面，我还是崩溃了。然后直到 Angela 的出现，拯救了我。那里面就有我的那个当年的那个小木偶，还记得他吗？王木偶的小木偶，哎呀，就是他，就是他，记得他吗？辞演申请，本人只会刷油漆，不会演戏，申请退出木偶季表演环节望批准。申请人何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木偶季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逃了一辈子的故事，他天天要我演，天，一次一次的去演，而且我演的就是王木偶，他不知道，但我很痛苦，我就一次次的去辞演，他一次次的，你看，他就不让他们。本人身体不适，无法进行木偶季表演，申请退出，望批准。这是偶王的指示，每个镇民都有义务为小镇做出贡献。这里写的，我不想演，为什么大家要这么说？他不是变态，不是。因为我们演完了之后，所有人就说这个杀人凶手王木偶是个变态哦，而且杀了他自己的继父，然后用了这么狠的招。就是我可能杀了人，但是大家在诛我的心，就一次一次的。所以其实你被安吉拉治愈了，只是一个治愈了一点点，是吧？我被安吉拉治愈的是我看到木偶没有那么反感了，但是后面因为这个木偶季的演出，让我每天的噩梦，完全睡不了。这是我一层杀机，但真正我后来要动手就是他在消费安吉拉，我就觉得说你这样对我也就算了。
他当时最后还是批准了，让你去看后门了嘛，对吧？没有，我演完，我扎完，然后再回去开后门。啊！哎呦，太扎心，太诛心了。天哪！所以你跟那个扣子还是没有关系？那个扣子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扣子是我干了另外一件事。那你干了啥呢？你们俩是曾经合作过的吗？哎，就是这么，你老靠自个儿的聪明才智，显得我都没有必要给你看判别。就是在这儿嘛，就是在你们俩房间门口捡到的纸条。这儿确实有个东西，就这个吗？对，确实是烧过一些只言片语。这个就是想合作的那个计划嘛，对吧？对，是这样的。我们看看大老师的房间。哎，刚才谁搜的这屋？它有锁吗？有没开的锁吗？没有。有吗？刚才是我搜的。哎，这个是什么？有，你看看，有了，来了。等会儿这个是撕掉的，要拼。在哪儿？这在哪儿？就在这个皮垫底下。18在这下面，在这儿。还想杀针吗？18点30到18点35，关掉真镇长休息间的电闸，我会趁黑杀了他。这个发生在我懂了，发生在那个感恩仪式之后，还想杀针吗？就说明没杀成，对不对？就说明第一回有他在黑暗中了一下，然后我就把灯给打开了，这儿插着把刀。第一回有你吗？啊，没有我，可能跟我说还想杀个人吗？肯定是有啊。所以捅刀的那个事儿你是完全知情的，可以说我是完全知情的，但是我不知道谁干的啊。是这样的，我不是要杀针嘛，然后呢，我就收到了一个匿名的信，就烧的这个。对，那信呢就是说，我知道你也想杀针，我也想杀针，那咱俩就合作一下啊。那个仪式呢，你在 E 的位置，我在你对面那个位置，就是 C 的位置应该是。你在 E 的位置，我在你对面那个 C 的位置。那就是对，就是这个，这眼神看着我，不敢往下说了。当时我们的计划就是因为我们不要往后退嘛，然后呢，他上那个计划的非常的高端啊，你注意好了吗？听好了啊，就是我们手没有，但是我们有什么？有牙跟嘴，对不对？咬死啊！不是，咬牙叼着刀是吧？不是叼那个围脖。我们放那个蜡烛的时候，熄灭蜡烛不是黑吗？放蜡烛的时候顺便就把那个围巾叼起来，叼嘴里，叼起来往后对。他不在 C 嘛，我在 E， 然后对，这样把它蹬，然后这样他就会被勒住，说啊，那声就出来了。所以那个孔是你们俩的牙印儿。他们不就听见声了吗？说怎么回事？就会松手嘛，就会松手嘛，一松手他就趁机去噗3刀3扑子，就想扎下去。然后当时就是混乱，就是这样。可一开灯不是等于没扎死了。我的版本来了，我收到一封匿名的信。上面写着，是不是想扎针？想扎针？想杀针啊！扎针。看，如嬷嬷写了的。到时候在感恩仪式上的时候，方法一样，你站在 C 位，我会站在 E 位。哎，大家混乱当中，我就可以捅他一刀，杀掉他。哦，你以为是我捅的？所以我就说这大怎么这么不争气，捅这么浅。后来一看本人合理哈，然后但是你看，我以为是他扎的。
有个人同时给你们俩安排了你们俩，对，同时给你们俩记就可以。哇，谁这么高级啊？但我想问一下，他是怎么样你表示你同意这个计划的？同意的表示是为什么我把它烧了？他说你如果觉得可以，你就把这个烧了，门口就搁一个剪子。他跟我的要求是让我把它烧掉，然后挂一把刷子在门口。还有这个纸条是怎么回事呢？不是那个梯子没行吗？不是他说他要去休息吗？对，这个完之后，对，我刚回来之后又看见一这个，说还想下针吧？这玩的跟那个抽奖似的，说再来一回，再来一瓶，然后说我只要这个时候这5分钟关键闸就行了，剩下什么都别管，他就死了。6点半到6点35，这个房间断电了。那你关了吗？我去关了呀。干完之后，我后来就去演出了嘛，没想到就真死了。纸条到底是谁写的？干嘛要看我？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计划，肯定是你。哎呀！这钥匙是开什么的呀？电箱钥匙，对吧？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就在这儿了。啊，会有每个标志，这就跟家里那个闸一样，拉了就行了。他为什么又回去了呢？我35，我觉得我就给推上去了。不然别人就会发现他那一直没有电啊。所以说要做这个停电这个事儿的人，对于他其实是不知道死者那会儿在里边睡着了的，对吧？因为没必要多此一举了呀。那个关那个灯给谁看呢？也就是说，那个也是荣的计划，拉灯也是荣的计划。去找荣吗？荣，把那个绿扣子解释解释吧，荣。先找啊你们！哦，黑夜精灵，就是这个标签。看看信号。它在夜里发光，黄色的液体。扣子上面有黄色的不明物体。感恩衣服服装，单月是绿色，双月是蓝色。熄灭蜡烛不是黑吗？夜里发光，拿那个光当胸口。我们俩只需要负责蹬那个围巾，他是准备他去捅，没想到衣服给换了。对。因为我知道安吉拉的死不是一个意外嘛，是有人害他，所以我就到处都调查了一圈以后，2天前没有别的线索了，我就觉得我要去珍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就等在他的门口，一会儿我就看见珍出来了，我正想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何也从里边出来了，然后何口里边还在骂着珍，因为我看到那个海报，我就很奇怪，但是等何走了以后呢，我就进去以后就发现了珍的那个脚本。我知道是他害死了安吉拉，当时就决定要杀他了。当天晚上回去在路上呢，听见他在拿飞镖去扎珍，那我知道他也想杀珍，所以我就想借刀杀人，就是我互相以对方的视角来给他们写一封信，让他们来完成这个勒的这个动作。然后我趁黑的时候我就去捅，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换了衣服。但是我没得选了，我也只有那个，对我只有那个灯，所以我就拿着刀就捅了。
再说说你的心态啊，你捅他一刀，然后亮了灯之后发现没捅死，他还给自己包扎了，应该是他自己包扎的。我让我们把他送回去，然后他说我包扎一下，然后吃点止血的药就好了。所以你这个刺杀失败了之后，你就没有组织第二个？没有了，而且当时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其实我当时就放弃了今天晚上还要动手的这个打算了。你这个律师就这么轻易放弃吗？因为我的计划已经实施了，我没有计划了。因为我在这个计划里面，我要负责做的是蹬那个围巾，然后我觉得大没有捅死他，然后后来到30日的时候，我跟大不是没留下来打扫卫生吗？他就走了，我就去补刀了，我就回自己屋等着了。大不可能既关电箱又去捅人，还给自己留封信。我没有可能这大肯定个全能吗？排出去。对。第二个纸条到底是谁写的？他知道刚才肯定有人想杀真，但是谁参与了？对，就是或者说起码他得是你们3个人中间的一个都可以。还想杀真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不一定得知道大刚才做了什么，只是说刚才有人杀了真，但没杀死，那还想杀他吗？找他，因为他离电箱最近啊。但是你怎么知道刚才那个杀真的那个计划里面有大的参与呢？不用，他没有说。那太危险了。那万一他不想杀真呢？对啊。就是说，如果经历了那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只会知道有人想杀真，对，不代表他会知道所有人都想杀真。对啊。他如果万一找到一个大帮忙说想杀真，结果他没有杀人动机，那这个人不就他就直接告穿了，那直接就破碎了。那就是我们3个其中的一个吗？因为知道这个计划的只有我们3。而且我们现在还要确定一个事情，就是30到35去让。证据没找到吗？再找找真的房间。脖子上一道勒痕，这个是真正的死因。电线，这是唯一一个细长条的东西。来，整个掀起来看一下吧。要开始抄家了吗？导演，来，粘住了。哎，它是定住的，它用不了这个，对吗？不是啊，它这够长啊。可以，他就是这样勒他。侦探，我发现了一个维修册。镇长，您上次交代我，让处理落地灯电线。为了美观，我将地毯横切了一刀，让电线从毯下走线。一个不重要的电话。从毯下走线。这个电线被蹬出来了，线被动了。因为毯下走线，它割一刀的话，这个原本是应该是这贴边的。那个人割了一边嘛？对呀，他要藏个线，他没有必要把这个地毯割成这个样子。对，这是凶手割的，对不对？他割这么大一块干嘛？刚刚看那块地毯上是有血迹的，切地毯那个刀一定是凶手那个刀。而且他干这个事儿的时候，这屋里是全黑的。如果这屋是黑了的话，他进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死者是睡没睡的。你如果摸黑了，你在这屋里又割地毯又搬灯的话，那么大动静，他不知道他睡着了呀。而且他如果这样的话，不如再补他一刀呀。对呀。对啊。对。
大家到外面坐着去。咱们坐着。好，我再跟侦探汇报一下我那个匿名信到底是什么时候收到的。真5点50不是受伤了吗？然后他就到这个躺椅上，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包扎完了之后，他让我们先回去，然后等18点20的时候再去找甲开会嘛。所以那时候我就回我屋了。我这刚回去6点多一点，然后我门缝就塞进来一个匿名信，就是这些内容。然后呢，20的时候我就如约去了，开到25的时候，我找借口说那个我得回去过我们家水龙头了。我回去之后就把那闸给拉了嘛。5分钟之后拉了那闸，然后再过5分钟就给开了。我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这样的，这个屋里边它有一个那个用电的检测，哎对啊，而且它2种方式都会留下记录。你这边推闸它也会停啊，那边真的去拔那个线也会去停，拔插头。对，所以现在当用电记录只有30到35的时候，2种可能：拔线的同时又刚好又拉了电闸，或者是拉了电闸没有拔线。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注意到那个线是在地毯上面的，对吗？而它原本是在下面。原本就这根线啊，它应该是这样，可是它现在变成了这样，怎么做到呢？一定是拔线。30的时候，我跟大梅留下来打扫卫生。我回去之后就把这闸给拉了嘛。他有一个办法，把地毯割开，这样翻一下。你拧巴的呀？对，按说没这么复杂。而且就是说，咱们这样卷的话，其实对于凶手来说没有必要，对不对？他确实需要补这2刀，为什么呢？他不补这2刀，他就必须得拔线，对吧？对。但他补完这2刀之后，就把这个盖子拿起来，他这个线不就自由了吗？勒死，然后再把这个盖子挂回去，这不也还原了吗？对对对。但是现在是现场的线在上面。直。对。这怎么都远，是内远，这样这个很难再给弄回来。哎，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做到，套一圈回来，再转一圈，再转一圈，起来之后你把这儿再转一圈就好了。对，反了，就你把这儿，对，就是这样。可以，这就回来了，可以啊。因为它只有这样的话，它为什么？我刚刚想了一下，它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绕这个2圈？是因为它只有这样的话，你才会发现这根线在上面，你才会觉得它一定是拔了插头。因为你拔了插头之后，线才会在外面，对不对？他要的就是你误会他拔插头，他才有不在场证明。他才因为拔插头的时间只能是30到35，对，否则就会留下记录。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拔插头。对。所以30到35是一个时间轨迹，有不在场证明的这3位，其中必有一个凶手。
所有的这个里面的轨迹就在于那个插头。对，这个的设置的原因，就一个是时间点，还有一个是告诉你说，这个线没有被拔过，只能是在30到35之间的人干的。对，所以其实就指向了你们当时30到35在一起的3个人。所以我现在就想听一听你们3个，荣原本是有一个捅刀计划，对，他原来是有一个自然粉计划，甲原来有什么计划？木偶电话砸他，然后捅死他，把他吊起来，乌晕他。因为我觉得这个计划的制定者要满足一个，就是他对那个电线的了解程度一定是非常了解，就是他看到了那个地毯上有一道口子，走一道暗线这个事儿，他才能设计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人肯定知道他吃了止血药之后有问题，就变成待宰羔羊了嘛。因为他计划了一个黑灯的时间，但是他黑灯那个时间不准备去，对，他要进去在有灯的情况下，光明正大的做那么大一动作，那死者当时必然是睡着的，对，所以这个人肯定知道那个止血药。还有一个是他有原本的计划，但他原本的计划受挫了，就是要么是已经执行了，或者达不到自己预想中的那个完美效果，所以临时改了一个计划。而且这个补刀计划其实是对你们3个在黑暗中干了点什么有所知，最起码对于大肯定参与里有知道。所以其实我想从你们仨的那个原本的计划的角度上去排一下。目前来说，我觉得荣和刘是比较迫切的，而甲来说的话呢，他今天这一刀看不出来对他那个计划有什么影响，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一切的乱局不影响他大半夜再去捂人去。荣比较符合是说我有一个计划，但执行不顺畅，我捅他一刀居然没死，那他才是那个最着急要去补刀的人。我觉得不太是荣，因为我觉得荣之前那个计划，说实话已经很难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想了很久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那计划。请问，如果不是荣的话，那你跟刘谁有可能知道我们3个第一轮动手这件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刘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因为你听不到那个声音啊，所以你只能感觉到松手，你就会觉得有人要动手。你听不见，你想两边都松手了，而且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实施这个计划人，他起码得保证就是大一定得是那个人。他是不是知道我离那个电闸近呢？所以你只能找我，找他不就远了一点吗？谁会想到用大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从这里走到大的那个位置要5分钟，也就是说他要选择大的话，还是因为大的家离这个电箱比较近。对对对，是的。除非就是他提前知道你跟他有的过冲突，你知道你想杀他。反正他知道的事太多了，他要知道地毯也要隔，他知道我得离电闸近。等一下，我想到一个点哈，就是刘的计划本来是自然粉计划啊，但是他今天被刀捅了之后，他明确说了今天不上舞台了。他不上舞台，还有别的呀。他不上舞台，他总不能一直不上舞台，对吗？他的意思是，他不会一直不见光，他不会一直不上舞台。但最起码你今天杀不掉。对呀，就是我今天杀不了，我也不着急。他万一要换身衣服、洗个澡什么的，那东西。他换身衣服、洗个澡，那自然粉在我那儿啊，我随时啊。还能再给他来？对啊，但是他们，而且因为关键是因为他是这么杀了我爸，我才想这么杀他。我一定是有个特别强烈的拿这个去弄死他，不然我弄死他手段多了。这个不是他要的仪式感。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甲是知道大和真的恩怨的，因为甲看到过好几次大被做成木偶挂在真的这个纪念品商店里，所以就算他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3个人的计划，他知道有人想杀真，我觉得他还想杀真吗？不见得就是说第一把我就笃定是你动了手，但刚才有人动过手了，现在而且我也知道你跟真有仇，那现在我就问你还想不想杀他？这个语气是不是也没问题？牵强一点点。等一下啊，就是说我是要为了帮大，
才要去杀掉，因为我是通过大才发现了这个事情，这是我的杀人动机。我明白。对，如果我知道这个不在场证明呢，我又让大去，那我嫁祸的是谁呢？我嫁祸的是大。不，这跟嫁祸没关系，我只是帮你忙。不，你要的是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你没有嫁祸给任何人。我的点在哪呢？就是现在凶手一定要相信大会配合他关这个电闸。有2个人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一个是荣，因为大已经配合过1次了，所以呢他还可以再邀约1次。还有一个呢就是甲。不是，而且我还是想以我的身体状况来做一个辩解，就是如果是我动手，我一定不会跟任何人配合，因为没有人能配合我。我听不见任何声音，就是比如说我在里屋里边忙活，今天晚上那我只能保证你一个人要杀真，我才可以给你留纸条，不然假如你今天晚上你们这么多人动手，谁都可能过来补一刀。我在里边忙活，我听不见外边发生什么，只有你们推门看见我，我才能看见外面。你后面的计划不需要别人配合呀，你就自己来就可以了。你只需要确认大在30到35帮你关了电闸，知道了有这个不在场证明之后，后面你35之后，你大大方方的该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你不需要任何人配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啊，他现在比别人有一个劣势，就是你们都有可能靠窃听或者是什么方式知道别人的杀机。他怎么知道？但是他必须得明明白白的读唇，否则的话，只靠黑暗中两边的人撒手了，他怎么能 get 到大一定是想要杀真的？我还是觉得，我心里觉得，如果你要说一定知道是大刚才动过手了，那就是荣。那这样的话，就是甲跟刘都不可能。可是我不觉得说还想杀真吗？这句话就说明留纸条的这个人一定知道大刚才动过手。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空间的。我个人侦探，我个人觉得刘的这条线走的有点辛苦，就是确实有点辛苦。但我其实倒相反，我觉得走甲那条路啊，很难通啊。因为我还是觉得说他的原本的计划还没开始实施，而且今天发生的所有意外并不影响他后面，他完全可以继续去实现他那个计划，他没有必要改成这么一套东西。但他原本的那个计划也很奇怪，原本计划很儿戏啊，很奇怪，你不觉得吗？就是不是我原本的计划就是把他砸晕，砸晕之后把他捂死。所以说他今天受伤呢是在帮我，就其实说我的计划反而还得到了有利，因为晚上杀他更容易了。对，因为临时起做的这套计划比他原本那套计划虽然是高能很多，而且多了一个不在场证明，但是其实这个对于他来说，在他原本的考虑里边就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加强他的仪式，没有加强他的复仇感，没有加强他的安全性等等等等，有道理，没有办对，所以说我不可能说在发生了这个事情，他都已经躺在那之后了，我突然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不在我的那个明白你的流程里，这不在我的流程里面，因为他的计划依然可以在这个后面接着进行，没错。刘的计划被打破是他今天受伤了，所以他不会上台演出，所以他没有机会在今天晚上被这个高温自燃而死。荣的计划是因为他没有想到衣服被换了，所以呢他在黑暗当中没有办法捅准位置，导致这一刀呢并没有能够致命，所以呢他们两个都是可能需要去补这一下的人。只是那个现在荣跟刘之间更能确定我愿意合作的人是荣嘛，对吧？如果是荣的话，他会不会要求大又把那个烧掉，然后留一个剪刀？不然的话，他怎么知道对方答应帮他配合呢？也不一定，就是因为他第一次要确定是我，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就不用确定了，因为他已经看见第一次我已经在配合做了。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两个字条撕掉的那个和烧掉的那个，其实风格是有差异的，对吧？不是，都是打的。给大的那张纸条是我头一天晚上在村委的自助打印机打印的。现在就是留两个字条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吗？现在我就是觉得不是我。而且没有，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今天真被捅完之后，他那个反应是所有人都是懵的。就是没人会想他是这个反应。对，那这个情况下，就是其实最慌的应该就是荣，因为你自己动了这一刀，你想明白真为啥这个反应？我觉得他的反应也没有太夸张吧。但是没有太夸张，但就一个人被捅完之后就反应说，哎，我没事儿，您把我扶进去，我吃点止痛药。
也不问谁干的，也不问谁干的，非常明显，这就是你们几个人干的呀。但是他不怪咱们哈，因为你现在我们看了他的信之后，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但他刚才讲的就是当时凶手一定是很毛的。对。蓉，你再说一下为什么不是你呢？因为第一，确实我是有计划，有缜密的自己的计划，并且我实施了，只是失败了。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无法去制定一个那么周密的计划再次动手，然后我放弃了今天晚上继续动手的这个想法。其次，确实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给大的那张纸条的那个人，一定是知道我们3个人第一轮去杀了他的那个。那怎么知道的呢？除了我们3个以外，他们2个人，我觉得留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就是松手的那一下。他哪怕是怀疑，他觉得说，哎，大事，而且并且大的家离那个拉电的很近。琢磨琢磨吧。好吧。好。那我们想一想，Let's go， 加油吧，大家 ，Go， 加油！我觉得以能给我写条来说，其实蓉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因为他知道，第一回的事情他没有成功，他第2次要接着做。因为真是一个有仇现场就报了的人，所以说他会很慌。我如果现在不杀他的话，后边不定他又出什么幺蛾子。所以目前更有急迫感的来说，我觉得是蓉酱，所以我要投给的是蓉酱。今天首先排除我和大刘好菜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听障人士，他其实他的感受里面就是他闭上眼睛，黑暗当中有人松开他的手，然后再亮灯的时候就有把刀捅进去了，因为他是听不到那个脖子被勒的那个声音的。当这2个人同时撒手的时候，他会觉得大可能性更大，所以呢，我觉得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今天就把这一票投给，应该就是你啦，刘好菜。蓉啊，蓉啊，你跑不了啊！甄镇长被捅这刀之后，这个奇怪的反应，无形中会给蓉心里边增加很大的心理压力，然后导致他必须要在今天这一刻，然后要把行为很奇怪的甄镇长给杀死。蓉酱。贾和刘呢，我觉得今天其实他们2位都不知道我今天要对甄动手，所以呢，当甄受伤被我捅了一刀的时候，完全就打乱了他们之前的计划。那相对来说，他们2位本来要实施的那个计划呢，改变起来，我觉得更有可能性的。对不起，我只能把这票给你。唉，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投凶没有很难。我在最后思考了一下，我也还是觉得，首先我们看到了那个甄镇长的遗书，遗书说了今天晚上他会有一出好戏给2位作家。他为什么要邀请这2位作家来呢？他想要把他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对吧？而且我们来想一下那封遗书的重点说，如果今天有人要杀我，那太好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他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被刀捅的那一瞬间，他并不会意外，也不会惊讶，他反而会开心，因为他觉得今天肯定有人会杀他，然后他的故事就会被经典永流传下去。对，他有可能知道了刘好菜已经在他衣服上撒好了那个易燃粉。你们试想一下，如果他最后在舞台上自己易燃起来了，那这个故事，而且2个作家肯定亲眼看见了，就会把这个恐怖故事经典永流传下去。哎，不用想，让我再思考一下啊。我觉得刘好菜的嫌疑比较大，他的手法只有在舞台公演的这一天能够实现，但是很不巧的是，这个手法呢，今天由于荣将捅的这一刀，他无法用他的这个作案的方法成功作案了，所以他会很着急，因为他也不知道下一次的表演会在什么时候，所以他是非常着急的、急迫的要在今天表演之前把甄镇长给杀掉的。因为在2搜的时候还原了作案的手法，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第1票我投错了。因为凶手肯定会锁定在有不在场证明的假发、荣将和刘海菜3个人中间。以他们3个人来盘的话呢，我其实中间早一点排除的是假发，因为假发呢，他临时起意把这个手法给复杂化，不像是同一个人风格的事情。而荣将跟刘好菜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原本的计划要么是已经实行过了，遭到了一些阻碍，还有一个呢是还没有实行，但是就今天局势的发展来看，绝对得不到顺利实行，就是刘好菜。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今天真的，如果是荣的话，那真的荣太励志了，忙死了。今天真的很忙啊。如果是荣的话，荣今天的状态也实在是太好了。封神。啥呀这是？一会儿颁给逃脱成功的荣将。先剪刀。我看你是现在就颁给自己吧。不至于，不至于。今天我们将把它颁给逃脱的凶手，看看到底是谁呢？好嘞，你们听听吧。互联网普法节目《大侦探》第8季第9案中，谁是杀害真偶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哎，那我侦探来站中间。他不是说投第1票？哦，第1票他投了。哎呀，你还往前。那只有我们俩了，大老师。只有咱们俩吗？对，他也有人投啊。他第1票投了我。他第1票投了他。他们是大剪子。恭喜。假发。哦，咱们俩都是玩剪子。玩剪刀的就是不会被投。对啊，我们把那些不该说都给剪掉。小贾今天玩得好，小贾今天真的后面的澄清很有力。那就说明只有1票投歪了。获得1票的玩家有河粉。投荣跟投刘，我觉得都是可以说的对。剩下的7票都集中在刘好菜和荣将之间。那不会平票。说说他们互相投给了谁吧。我们互相投给了刘好菜和荣将。我曾经拼尽我的全力去保护的郝老师，然后郝老师拼尽全力去保护的刘好菜，最终为了这一案的真凶，对不起，我只能把这票给你。互投了对方1比1。然后呢？好着急啊！大剪子投给了荣将。2比1。对，因为他最后说的，我信了。假发
投给了刘好菜。糊涂啊，还是年轻。玩得好啊，荣酱。河粉投给刘好菜。哎呀，荣酱跑了呀！哎，哦，那我糊涂了，年轻了，我年轻了，年轻还不是好事吗？我傻，我年轻。涛比，这票还是投给荣吧。投给荣酱。哦，压力，压力有明白人，有明白人，有明白人，是不是？有明白人，有明白人，有明白人。对，我有明白人，这是明白人。涛的成功率有多低，你不知道吗？涛的成功率有多低，你不知道吗？低呀，那就说再说吧。来日方长，来日方长。现在就看你这一票了。给你。我跟何投的。然后他投的侦探的最后一票投给第二次荣在给大发的这个纸条，其实是会和第一次字条在语境上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如果是荣的话，我想第二张字条的风格不太应该是那样，也就是刘好菜。刘好菜4票，请进铁笼。糊涂啊！鱼呀！糊涂啊！这些人，一会儿颁给逃脱成功的荣酱。你最后那个萝莉，来，你先拿着吧。实至名归。不是，我跟你们盘那个逻辑。当时捅完一刀，甄镇长那个反应对谁是最有利的？一定是动刀的那个人心理压力是最大的呀，他才会今天晚上一定要杀了甄镇长啊！说的对，不听。反正我都逃脱了，你说这些都也没有用。你看听见没有？他说他都已经逃脱了。张哥呀，鱼了呀，张哥呀！啊，糊涂，你的糊涂啊！来，检举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刘好菜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就我相信你。本案检举。我就是本案的凶手。成功。还在那演。鱼了吧？我们3个。还有我！耶！你为什么骗我？我怎么相信你？你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啊？就我感觉你俩松手了，然后只有你在左边，那我就觉得那刀应该是你捅。因为我最后盘了一下，他尸体刀是在这儿的，你刚好就在这个位置。哎，现在说干嘛呀？还有一点他刚才不说，怎么回事？还有一点，他耳朵听不见，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我们那样去判断那个时间差，是不是？没有，他只能感觉、感受。闭上眼睛，漆黑当中一松手，再一亮灯，扎一把刀，那不就是你吗？对。反正这个结果出来吧，谁都有理。差一点儿，就差一票，差一点儿，掰不动了呀！真的，我再多跟你聊聊呀，假发呀，我再多跟你聊聊呀，对不对？对，是，差一点。好难投，可以，厉害。玩剧本杀当大侦探，上百变大侦探 APP， 有请侦探助理送上百变大侦探 APP 为大家提供的侦探徽章。侦探有一个，对不对？哦，对，一个。谢谢。好，我有一个，涛没有，荣有一个，咱有一个。涛怎么会投我呢？涛。鱼了是吧？哎，我们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因为上一季节目收官的时候呢，我们节目的官微呢发表了一个微博啊。就是呢，征集大家对《大侦探8》的案件主题的建议和期许。那么很多的微博上的网友贡献出了非常好的创意，而我们本期的案件主题《木偶复仇记3》就来源于广大微博网友的期望。谢谢你们，谢谢。我今天最喜欢的一个角度就是我对木偶的看法和
对 Angela 对木偶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多我们自己的判断加在一些人、加在一些事情上，但事实上有很多事情呢是我们自己的角度问题。对，而且我就觉得 Angela 是这么温暖的一个形象，写在这个暗黑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希望的。所以呢，我会在这个点上有很多的感触。而真偶这个人呢，其实也算是作恶多端，但不管他自己有多么不幸的过去吧，但是总归来说呢，他还是属于在消费别人的苦难，包括他要求你们过来的时候，他抓你们每个人的把柄。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离恶最近的时候，就是看不到别人的痛苦，无法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而把它当做一种谈资，一种猎奇的对象啊。它表面上像是给你们一种重新出发，一种救赎，但其实是在拿住你们的把柄，消费你们每个人痛苦的过去。我是会比较感动安吉拉，就是其实我跟他是完全陌生人，对，然后他就会无私的把自己的爱给予我们，然后就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不幸的小孩，可是他依然是那么的相信，那么的善良。当时他都已经痛不欲生，按我们正常所谓一个成年人来说，感觉那些事儿都是人已经想不开到极致的事儿，什么上吊啊，他会觉得是荡秋千。对，然后他给予你温暖。你弄个石头，他告诉你那个你玩的游戏好奇怪啊，你是不是没有人陪伴？对，你躺在那上面，他告诉我咱俩一块躺着吧，你就感觉好像我们觉得这事儿就过不去的事儿，在他眼里好像并没有那么的痛苦，只是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头，老感觉这件事情就是过不去了，我们钻进那个牛角尖儿。其实以纯真的心跟一个充满爱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还是永远美好的，是不是？其实我是玩木偶了，大是一个新的角色了，大剪子嘛，对不对？其实那一天在现场的还有你们2位。那我现在虽然换了一张脸站到这儿，我其实还是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对于我来说，其实这个过去的罪恶，让我逃避这么多年之后，其实我内心从来没有得到过救赎，也从来没有原谅过自己。包括像今天这个案件，虽然我不是凶手啊，但是我觉得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也在反思王木偶在当年20年前做的事情。当然，第一点，王木偶杀了人还是应该道歉；还有一点，还是应该自首。我觉得再逃下去，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内心的平静。对，作为王木偶来说呢，他还是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在法律给他应有的惩罚过后，我们社会还是应该给他重新出发的一个机会啊。那我就先去自首了，重新开始。是真的啊，对，这个。其实本来我就应该在里边待着，对，毕竟我爸的工友呢，其实是因为我的过错。但你那时候是无心嘛，你又很小。但没有，你不能为你的所做的错事，然后以无心或者以小为借口。是人都要付出代价。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玩剧本杀当大侦探，上百变大侦探 APP。本节目由百变大侦探 APP 赞助播出，谢谢。好吧，我相信现在你们能走出去了，木偶镇。确实可以了。真的吗？已经可以走出去了吗？也期待木偶镇的人们是有着光明的明天的。那咱们走吧。我们真的可以走出去了吗？肯定可以。你们相信不计过往，只问未来吗？你们真的觉得那个木偶是甄镇长送的吗？大白话真相，欢迎大家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军。那我们欢迎最高人民法院的郭慧法官和陈潘法官。小齐好，沈教授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刑2庭的法官郭慧。我是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刑3庭的法官陈潘，以及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沈一斐沈教授。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沈一斐。再次欢迎各位。
今天案件讲述的故事呢，发生在架空的木偶镇，在这里呢，曾经因为木偶表演而名噪一时，但在恐怖的木偶传说传出之后，成为了所谓的禁忌之地，鲜有人来往。而多年后留下来的真，在小镇上立起了新的规则，宣称欢迎那些被社会流放的人在这里，不问过往，只看未来。为了迎合观众们的猎奇心理，营造出沉浸的效果和恐怖的氛围，真为《木偶记》排练出了一整出戏剧，但实际上呢，是在利用居民们的苦难，把他们的痛苦的过去变成吸睛的故事和戏剧，借着几位演员的手，也牺牲掉了无辜的小女孩安吉拉，并且在第2次演出的当天，真惨遭杀害。那话不多说，大侦探合议庭第9案现在开庭。那同样，我们也是请法官为凶手定罪，并且出具量刑建议。在凶手进行这个报复的过程中从罪名上来分析，他构成故意杀人罪。依照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被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那除了刚刚我们讲述的这个凶手，我们的死者真生前其实也有很多的罪名。那现在我们也请各位法官对于真之前的一系列行为为大家进行一些梳理，以及他这些行为分别触犯了哪些法律条例。这个真它存在这个骗取呢、售卖居民这些过往的这些经历，以这个满足这些参观者的猎奇心理。那么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可能涉及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些犯罪。另外呢，还有这个真自立规则并对这些违反者实施暴力行为，可能构成了这个故意伤害这些犯罪。他对一些这个不服从，就是有人想离开小镇的时候，采取阻止拘禁的这些行为，就可能涉嫌到非法拘禁罪。真他的一系列的精神控制、洗脑，包括惩罚这个行为其实是可以根据他的行为性质的不同，我们分别来确定罪名。明白。比如说，他如果通过了不断的精神洗脑来控制，让这些居民给他进献钱财，或者告诉别人你要参与我的一些项目，那么有可能构成我们刑法第224条之一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传销。如果他用这些迷信的编造的一些迷信的信息来组织这些居民去对抗国家法律的实施，那么有可能触犯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的相关的罪名。真他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针对于去到这个小镇上的边缘人的群体。那实际上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正向的去关注到、帮助到这些边缘的群体呢？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居民他们因为这些某些原因受到了一些误解和歧视，导致性格孤僻难以融入这个社会。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那么就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治病救人消业祛病这些歪理邪说所蛊惑，进而被一些比如说传销组织，或者说一些精神训练营精神培训营这些所诱骗拉拢，成为我们所说的那些不良组织的发展的一些后备军。所以我们该如何用合理的心态去对待他们，以及他们该以怎样的心态去和社会去相接轨呢？其实边缘群体是非常复杂的，里面非常的多样性，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呈现的这种情况。第一类型呢，它是由于自己原来的生理、心理以及某些可能家庭的原因，导致他长期处在无法独立生活、需要他人帮助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对于这样的群体，其实我们是呼吁这个社会不要把他们看成是透明人，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救助的渠道，给他们一定的经济的物质上的援助，同时呢，能够帮助他们重建的信心，尤其在医疗方面，在心理的这个建设方面，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到更多的关注，使得他们能够重燃对生活的信心，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但是还有一类的边缘群体呢，由于他自己本身曾经犯过很多的错误犯了罪，然后刑满释放，回归到社会的，那么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更偏重于如何矫正他们的行为，让他们的心理这个行为能够走向正常化，并且重建或者给他们恢复生存的能力。当他们能够自己生活，能够得到相对生活的改善的时候，才能够防止他们会重走旧路。所以对于这不同的边缘群体，其实我们社会总体上都是关怀的，希望帮助他们成长的。那也问一下两位法官，在各位之前接触过的，比如说像过去这些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之后，会给他们怎样的建议，让他们更好的去融入，去继续他们的生活？
其实这里边，咱们国家对这些边缘群体，尤其是一些对特殊的边缘群体啊，这种加强关爱关护啊，还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比如对于这个未成年人我们这里边有这个对他的前科的封存制度，这种制度就是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在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对他的这些犯罪前科予以封存。这样就可以不影响他的就业、就学，让他能够更深入的融入社会。另外呢，我们的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制度，对这些判处缓刑的被这个假释的以及这个监外执行的这些犯罪分子，符合社会矫正条件的，进行这个社会矫正，放在社会中不进入监狱，这样呢也对他进一步能够融入社会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那个社区矫正啊，刚刚陈法官讲的，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很多年以前，我自己加入到了那个未成年人的这个社区矫正的这个公益活动中，然后呢是每周给那些曾经有过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不满18岁来做一些讲座。所以在我们社区里面，其实对这些人的一种相对正常化的眼光，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他们，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敏感。所以社区矫正对这些人的帮助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后来还把这个社区矫正从未成年人扩到了更大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需求也更多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帮助这些人重归社会，来减少他们的危害，保护整个社区的平安，同时也使得他们能够正常的回归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赢的。同时不光是他们，就现在在社会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比如说处在职场或者处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他们自己也会把自己边缘化，他们可能会感受到自我的孤单。这个时候其实他们也是要不断的去和社会达成一个连接。这个连接就是，如果说你暂时感受不到对方给你的温暖，你可以先递出你的手，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温暖，才能不断的建立连接。那再次谢谢3位老师的分享与我们展开的讨论。今天的案件到此就结束了，也希望经过今天的探讨，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那故事当中消费苦难、利用他人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只有真诚的关爱与互助，才能够温暖人心，构建一个有温度的社会。大侦探合议庭本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再见，再见。大侦探8联合微博：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全国5所政法高校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全新升级2.0模式，诚邀微博网友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合议庭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理解，怎么样去确定对真的恨意，怎么样去确定 Angela 对我的意义。后来就越能感觉到这个王木偶的绝望和 Angela 带给他的希望。当他看到一个同样其实也有不幸的童年的 Angela， 可能是因为痛过，所以才会对这种善意有更多的这个感恩，他才会那么的觉得 Angela 是他的这个天使。我觉得安吉拉这个天使的形象跟真偶这个恶魔就形成了一个镜像的关系，就是同样是遭受了苦难，然后有的人依然可以以爱回报这个世界，而有的人选择对别人施加痛苦，就是自己的世界观形成了一个反转和扭曲吧。与其让自己变成一个经常批判别人、经常戾气很重的一个坏人，大家为何不变成一个像安吉拉一样温暖的人呢？温暖自己的朋友，温暖自己的身边人，不会更好吗？今天的案件其实就是说，在我们一群社会边缘青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为了逃避过去，然后呢就来到了这个小镇里面嘛，结果被我们这个镇长所利用，在他的控制下做了更多错的事情。首先他们自己就是社会边缘的人群，他们也渴望被关心，同时内心还是害怕
自己的这些过去被一种他们所不知道的力量，所了解，所以真偶真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然后去控制他们，导致他们，在一个骗局当中迷失了自己。刘好菜是一个被世界温柔以待的人，不管是安吉拉还是他的父亲，在这样爱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人，到最后不应该拿起罪恶的屠刀去指向别人，哪怕这个人是一个坏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自己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希望能有一个全新的生活。但是其实反观到故事的结局，每个人都并没有说因为脱离了原来的环境能完全开启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你只有内心去做了改变，境由心生，你才可能去改变。其实我们这些嫌疑人呢，也各有各的问题，有的也是曾经犯过罪，然后来到这个木偶镇，遇到一个真偶是他们的不幸，但是他们遇到了安吉拉也是他们的幸运。那我希望他们今后都能走出自己过去的这种痛苦，能够珍视安吉拉带给他们的这份礼物。以我来讲，让我再一次选择，我还是会用同样的选择，相信自己的追求，不相信舆论，不被任何因素所干扰。真的，你只是去口诛笔伐的去讨论恶，去谩骂，去怎么样，不如真的去讨论一下，反思一下这个恶的背后真相是什么。其实在你眼中感觉已经过不去的事儿，在一个纯真的人眼里，感觉也是可以接受的一种释怀。所以这个世界，我觉得这点也挺好的，就是说，当你用阳光的心态看一切的时候，其实你感觉永远散不去的阴霾好像也没什么。你以为永远过不去的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解决的事情，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大侦探官微实时 get 节目精彩瞬间，上微博参与大侦探话题页点评，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 Zaker 界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 YY 直播墨迹天气智行怪兽充电智联招聘。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